地卡这边非常知名的历史遗迹。哇，竟然可以走进这个古迹里面。半月沙滩非常的少人啊，听说这边的 bakery 很厉害，里面满满的都是凤梨酱。各位，我觉得我真的找到了一家宝藏 coconut 店。Hello， 各位大家好，我小象，欢迎收看小象爱出门。这是我们在安地卡及巴布达的最后一天。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去巴布达呢？因为我试着要联络船公司跟当地的接驳，但是他们都跟我说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应该是在猜想太少人去，所以他们的交通直接就是断掉，除非是在旺季的时候，可能他们才会开放。我不知道，因为我问那个 tour 公司，他是跟我讲说 ，Yeah, we do have the tour, but the transportation is the problem。反正最后呢，我就是想说算了，因为如果我今天要去，我明天就要飞。那如果今天去了，如果发生什么就是海况不佳，没办法坐船回来的问题的话，那我就宰蟹啊。既然我们有车，那就带大家来环岛一圈吧。而且他们这边景点真的超多，我刚刚随便看一下，哇，天哪，超漂亮！吃的、喝的、玩的、逛的，全部都有。我指的是很美、很好拍照。那因为我一个人，所以我也尽量拍照给大家看。但不管怎样，我们先带大家去喝一家咖啡。这家咖啡也是离我住的地方开车4分钟，就这么近。后来发现这里好像是一个小小的梦，就开进来才发现，哎，不止咖啡厅，有很多东西耶。旁边还有什么bar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店。然后这是咖啡厅。I would love to order one banana coconut ice latte. And is that a pistachio? Vanilla matcha. Vanilla matcha, that's cool. May I have that one also? Sure. Thank you. Here is like a mall or something. Yeah, it's like a mini market. We have A mini market. Food, we have swimwear place, Oh. tattoo place. Oh, tattoo place as well. That's cool. So yeah, it's like a mini market. Yes, Businesses, it's you know. really beautiful. Yeah. Thank you. 很推荐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景点存下来，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刚刚看到另外一边还有很多人在那边拍摄，我等一下也要去找地方拍摄。哇，我要来吃了。哎，没有很甜，香蕉味没有到很重，但基本上是蛮好喝的啦。它的咖啡香是蛮重的，还是好喝的耶。我在其他国家喝出来的都蛮甜的，这个是真的好喝哎，surprise me。他刚好像是说 mocha 的，对不对？我有点忘记他刚刚说什么了。那我们来吃看他手做蛋糕，上面还放了一个小金箔。我这样总共花是当地货币46块。这就是我的早餐，臭臭的，在那边滑手机也不错，好臭，好喜欢。会不会等一下我就待在这边不走了？有可能哦。好好喝哦，它真的很好喝。它只开到下午2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时间，不要太晚来。它只有开到下午2点。因为我现在是顺时针环岛，所以我想说先走右边。那我们现在目前先看到的就会是机场，因为机场附近的景点不多，但这边有一家很棒的按摩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有来按摩。如果你想要知道按摩店的资讯的话，欢迎大家再私讯我，好不好？我再把那个按摩店的资讯传给你们。他按的超级棒，他就是在私人的小房间里面按啊。但我觉得他按得很好。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漂亮风车，但到底要不要钱？可能前面收吧。I don't know, but there's no one there. I don't know. 来，我们带大家好好的去里面看一下。它其实遗址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呢，它的历史非常的久。这个地方呢是建于1650年，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喽。这个 Betty's Hole 是安地卡这边非常知名的历史遗迹，那也是岛上第一个的大型甘蔗种植园，也是加勒比海最成功的糖产产地。安地卡当年呢就是靠这些糖变成有钱的，但是这边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沉重，不只是风景。不只是古迹，我们还会看到数百年来非洲奴隶的一些运作。曾经呢，18世纪这边有超过400名奴隶在这工作，非常的辛苦。这是 manager's house， 就是以前的 manager 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他的住家也是颇大的耶。哇，竟然可以走进这个古迹里面。这超过100年历史哎，而且我实在是非常的疑惑，
怎么会没有人管你呢？说好的收票呢，也没有看到收票员，倒是真的很多只牛，耶、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里面应该是可以进去的吧？就还蛮神奇的。这边也是有店家，就是小摊贩在卖东西，但是客人真的很少哇。对，卖些 Oreo 饼干之类的。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 museum， 里面就有介绍他们这边的历史，自由新政的啦，但真的没有人在那边管，所以等一下我应该会就来这边偷个小钱在这边，然后就写说是2块美金或是5块钱当地的币值，然后你就是直接放进去这边就好了。然后它这里就是有写他们以前历史，你看1650年开始到现在，蛮小巧的，没有到太多的东西留下来，就是以前他们可能制作糖啊，或者是生活的器具这样。然后这边还有写他们的过程、历史故事。以前糖厂的话，大概是长这么大。刚刚看到了2个风车嘛，然后还有很大的房子在这边。哦，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以前甘蔗采完就是从这边运过来，然后送到风车里面去制作这样子，然后其实还蛮大，那个应该是 manager's house， 超大间的。欢迎进入想象不可忽略广告。哇，我刚洗完澡，我们这次又要团购上次卖下叫的 Cozz 无痕内裤。好了，有点皱褶，是因为都穿过了，我都有穿过。这边是我的袜子啊、内衣啊，还有一些小头饰都会放在这边。然后你看平口内衣，先把 Cozz 内裤挖出来给大家看。我平常出门就是带它们，因为它真的很轻很好带，而且我有一件还在这边晒，昨天穿的，放在这边晒是黑色的。目前上面我已经帮大家排好了，那因为我现在身上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是穿在身上，这是蓝色。那我穿这种紧身的，我都会穿无痕内裤，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屁股这边就比较不会有纹路，然后会非常的贴合。要搭飞机啊之类的，这样穿真的是超赞。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几天穿，因为有点皱皱，真的就是因为洗了。中腰、低腰跟丁字裤都有5个颜色，它真的穿起来超无感，完全不会勒，也不会卷。现在目前应该有穿了快10个月了，真的超舒服，而且它很弹，非常的透。你们看它那个透光度，嘴巴都看得出来吧？它这个很酷的生物标章 Color Care， 随着你洗涤越多次，它的颜色就会变淡，然后就是要告诉你该换内裤喽，因为内裤通常就是不能穿这么久啊。如果说你是分泌物比较多的话，你就真的勤劳一点换会比较好。像它这个原本是米色嘛，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变成有点白色了。反正重点是它就是如果从深色变成浅色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你该换内裤了，不要一直这样穿。而且它非常划算，下方资讯栏都有团购链接，大家可以去下单买起来。现在我们抵达的是半月沙滩，哇，好多草在这啊，乌漆麻黑的。这个沙滩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们昨天去那个 Long Bay 好像比较白，因为这边有点多海草在被冲上来。半月沙滩的海浪确实是还蛮漂亮的，非常的少人啊。你看，放眼望过来，就那一对在这里而已，非常的不拥挤，而且非常的好耍废。但我真的觉得这个草真是有点多害我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OK， fine。现在的太阳也是有点之大呀，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慢走，慢慢看吧。跟大家说一下，在安地卡这边呢，有365个沙滩之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呢？因为安地卡及巴布达这边的海岸线比较破碎一点，形成超多个小海湾，像这边也是一个小海湾，它并不是一个超级长的，它是一个小小的小海湾，所以呢就有各种不同的沙滩可以让大家去探索喽。其实这个原因呢也非常科学，就是因为海岸线被侵蚀而形成非常多个湾，然后再加上这些白沙的累积，所以就变成这么多美丽的小沙滩啦。我昨天去跟那个 Stingray 游泳的时候，好像晒太阳晒有点多，因为我好像对加勒比海这边的太阳过敏。因为我之前去那个 San Bla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去那个巴拿马的跳岛行程 San Blas， 我在那个海上待了5天，坐那个船，然后疯狂日晒。我就算是有擦防晒，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我就是对这些东西过敏了。对，我昨天身上手全部都长一粒粒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要避免晒太阳晒太多。我拍完美丽的景色给大家看之后呢，我就要回去穿我的防晒外套了。我不会想再长那个，因为那个很痒。
反正 anyway 就是紫外线过敏概念。我们现在呢要带大家去看一下，这边也算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海军基地，而且它是很有历史的哦。它目前呢也是世界遗产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来这看。而且我觉得这附近说实在蛮多西方人住这的，跟我们去的那个 City Town 就不太一样。这里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很 fancy 的餐厅啊，然后还有很多白人啊，你看外面全部都是他们的 yacht， 就是他们的船。全部都是他们的船，所以这边应该就是有钱人去吧，我觉得。带大家进去里面之后，我们再来好好介绍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叫做 Nelson Stockyard， 然后这里呢就是世界遗产，然后它是从1745年开始的。我们来看多少钱，好像50块还左右之类的。好，价钱给大家看，15块美金或是40块。Thank you。哦。它这个票是有包含到 Sherry High、Black House 都可以进去，但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其实不多，我们只有1天的时间可以环岛，所以我们只带大家来这个 Nelson Dockyard。我们首先看到就是 souvenir， 就是你可以这边买一些小物带回去做纪念的，对不对？等一下看有没有时间吧。我们要买我们的磁铁，为大家介绍这个 Nelson Stockyard 好了。它其实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简单来说，这是18世纪的时候英国用来停军舰或补给的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海军将军 Nelson 也曾经这边驻点过，所以就直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啦。这个指挥官呢，他是1784年到1787年的时候来到这边的。那因为他还蛮有名的 ，anyway， 反正他就在这边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了。这边有港口啊、建筑物啊，还有博物馆。映入眼帘的就是他们的造船工的住所。简单来说，就是修船老大的家。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房子，然后现在变成一个 souvenir 的地方，切木头做船的地方，也是1769年就开始有类似，目前最古老还存在的建筑。就是在这个部分还留着可以让大家参观，但它里面现在应该都是在做一些布啊之类的，就是现在新颖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了。以前这个地方它不是用机器做的，它都是用2个人手工去锯木头的，那现在全部都是布了，没有木头已变成布。哦，这个地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吧。其实大家看一下，人家把船停在这里面也是蛮猛的耶。听说这边的 bakery 很厉害，然后好像还有卖喝的还是什么的，就很厉害。我们来去看一看。我在 Google 评论上面看到的是说他们的 bakery 一定要买，然后还有什么在后面有一家牛肉卷饼也一定要买。旅游频道都要变成美食频道了，民以食为天，必须得吃。好，从1776年就开始有的面包工坊，那他也是把这个面包工坊的宗旨传到现在，就到现在还是卖面包。哦 ，Hi coconut pie， 哦，还有这个可颂。Hi, which one you recommend? A pineapple? Wow, you said this one? Oh, it's cool. Okay, that one. Like a pie or something, right? Yeah. Oh, must to try. Yay, 买到了。好的，他们的那个就是在这买的 beef pie， 然后他说没了，我们就只能吃这个。那我们坐这个吃好了。所以大家知道了，牛肉派也是在这家买的。如果你们想要来的话，必须一定要经过这间店，当然可能很早就会卖完。看 apple pie， 旁边有只鸟，好可怕，它是要来吃我食物。里面满满的就是凤梨酱。我觉得这个它的饼皮其实蛮好吃的。如果是现吃刚烤完的，应该会超级赞，就比较偏凉一点。但基本上它的酱蛮好吃的。如果它酱是 homemade 的话，那个就真的很厉害。我没有要给你吃，我要自己收起来。没有，你有你的份。Welcome to the Dockyard Museum。哇哦！这个 museum 也是2016年开始，像这个就是以前会停泊在这边的船只，然后它做成模型给大家看。以前留下来的器皿，
哇，这个超酷的，各位，这个是一个历史船只的木门，上面这边呢都是以前刻下来的字，当初都是用木头做结构的，那可能有一些他们的留言啊或涂鸦在这个上面，像有看到什么 James 啊或年份1890这样子，就是有点留下给大家，就是我来过这里。然后我们走进这个最小的一个展览厅，它其实就有展览一些小小的模具，看起来真的有海贼王的即视感，好可爱哟！而且这个附近应该就是在记录在这边的所有小岛有什么特色，然后他会把它做出来。然后你有看到那些乘风破浪的船在上面，这样。这边可以看到以前船的前头放的这个雕像，然后这个上面呢，其实以前的人都相信船有灵魂，海很危险，所以需要守护，把女人当成守护他们的一个角色，还可以保护船啊、带路等等。很多船的前头雕像是女性，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女性可以安抚大海、带领方向，然后让海变平静。这边是有穿衣服的。那如果你看到刚刚我拍的这个没穿衣服，代表他们认为就是裸露的女性可以让海变平静。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可爱的，它主要的意思应该是在说加勒比海的很多欧洲人不是打仗死的，是生病死掉的，天气很热啊、潮湿等等。像里面有讲到什么 yellow fever， 你有看到黄热病？然后还有疟疾等等的。1790年代的时候，大概有4万名英国士兵死于疾病，然后甚至有超过4万人是生病无法工作的，然后就比打仗还可怕。还有一个很荒谬的点，就是他们认为是那个酒精中毒，很多人喝那个莱姆酒，然后加上发烧症状，然后死掉，还蛮可爱的论点。但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啊，酒喝太多的概念就对了。其实这个小小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东西可以看啊，你们可以花蛮多时间在这边好好的感受一下当时的历史故事，然后哇，你看，然后你看那上面啊，有那一层那个布，他们都说这是来防蚊子啊、防疾病等等，然后这样子就有点是蚊帐概念，把它包起来，所以会用4柱的方式。那床非常的漂亮，想必牛森将军真的必须要住这种床啊，因为他是高官，他整个博物馆是大概2层楼高，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看，还蛮多可爱的小惊喜可以看，而且是写英文的，所以也不太难懂。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就其实很简单，就拍上网问就好，就是 ChatGPT 会帮你翻译。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可以花蛮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小小的看一下。那我们带大家去外面看好，因为这区真的还蛮大的。因为我刚觉得那个票40块，其实算是蛮划算，大概花400多块，你就可以拿3个地方的入场券，蛮划算的。大家一定要来。就可惜我是今天才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只能去一个地方，就这边最知名的。它这边写 Custom and Immigration， 但其他现在可能是如果你是搭船过来的话，你可能要来这边盖章之类的，因为毕竟有些人是坐船来的，所以我在猜这边是不是现在是海关处，就是你要来这边的话，你的授权书要来这里拿的意思啦。哦，所以真的有些船会来这边。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边这个部分好了。它海关的地方就盖在以前这边，就是帆布啊、衣物的仓库，就是可能下船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放在这边，布啊、绳子啊等等。因为刚刚有看到嘛，一艘船上面会有很多帆布啊或绳索，然后水手的衣服这些没有办法全部都带上来的话，他们就会放在这边堆在这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那1楼可能就是仓库，上面就是给一些水手睡觉。那现在只是变成一名海关口。我就这样子把一圈走完了耶。好哦，它其实不大，前面的都是停船的地方，然后主要就是那个 museum， 还有就是你可以跟这些古迹拍照啦，算是一个小园区的概念。那它的价钱这样子包含3个地方，蛮合理的，需要。因为还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在前面不知道找个老半天的电话亭，结果这边就有一个呀。那这边也有餐厅，你可以在这边就是吃东西、买面包，然后跟着古迹拍摄，然后看 museum 这样子，不错。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驶。我要带大家去吃一家很酷的冰淇淋店，希望有开，我真的希望有开，因为我现在很想要喝奶昔，我是喝冰沙，但是都没开。那我希望那个冰淇淋店有开，出发，各位，我觉得我真的找到了一家宝藏 coconut 店。这家呢叫做 Sweet Coconut， 真的超宝藏的耶！而且这开蛮远的哦，看起来超爆好吃！我的妈！我看到人家手上拿的巨好、巨美，哇哦！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写有卖很多东西，它还有卖这个凤梨的耶。
然后还有我要买他刚刚手上捧的那个，哦，好多口味，我不知道该怎么买啊。好了，随便了，就问他喽。Sandy sweet coconut. Yes, with a coconut cup. Do you have the flake? So you want this? Oh no. No, you don't have a flake. Oh, which flavor you recommend? For the sandy sweet, I would say coconut. Okay. Or maybe the local guava or the local mango coconut ice cream. Those are very nice. Coconut mango. Mango coconut. Yes, please. So big one. Thank you. Enjoy. Thank you. 超巨大的 coconut 没了，所以我现在换了一个超大的，哈哈。他刚跟我讲说，他们剩下那个 coconut 碗啊太小了，所以就直接帮我升等成凤梨碗。他说不跟我多收钱，因为他们没有 coconut 碗了。那个 coconut 碗，它的说法是啦，就装的话会全部都溢出来，很细致。你看上面还有个这个这么可爱的凤梨叉子。好可爱哦！我点这个应该是椰子冰，吃起来也有点像那个香草冰的概念，上面就是满满的凤梨。因为我原本点的是 coconut mango， 所以这样直接是变成凤梨椰子冰。我蛮想吃它那个 coconut 撒在上面的那个椰子丝，因为听说他们这家就是烤椰子丝很厉害，那还是一样很好吃。它真的是我在这边发掘的宝藏店家哎。对，要跟你说。在安地卡这边的凤梨超级有名，你们一定要来吃他们这边自己产出来的凤梨。我们一路就这样子玩到晚上了。那这个是我们最后的景点。那我们先把车停好，好好为大家介绍这个必来的小景点吧。我们现在来到是 Cozz Gems， 它也是安地卡必来的历史景点啊。现在已经太阳下山了，所以我刚刚开车开得很紧张，不然等一下全部都是黑的，看个屁！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 Cozz Gems， 它是一座建于18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要塞。这个地方呢非常简单，你们可以看，现在应该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吧旧房子，然后旁边还有围墙。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防海盗，还有防法国入侵。因为英国跟法国其实以前就是超级世仇啦，很爱联姻又很爱世仇，就是这个概念，蛮适合早上来的。晚上来确实有点荒极的感觉。你看，连那个房子全部也都可以走进去，但那个走进去确实应该会有很多虫，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吧。真的是天鹅啊，怎么可以这么的美？现在因为都没有其他人在这了，所以确实我现在往下看，有点让人家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这边就是悬崖，相对来说也是蛮美的啦。这就是我们加勒比海最后一站喽。我发现这边的猫都蛮亲人的，就我们住的地方外面也是一群猫，也都非常亲人。好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在安地卡的最后一集了，也是我们这次小型的加勒比海国家之旅。我们从波多黎各，然后到多米尼加，到现在安地卡，我觉得让我又想起以前有去过那个泛美公路啊，去古巴的那种感受，还蛮怀念的啦。因为这趟出来就是要准备收心了，回去就要准备直路当妈妈了，也算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吧。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过程，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可能会。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会一直很怀念，就是以前那个自由的时候的我，可能美国公路啊，开着车这样子是奔驰，然后或者是说穿着婚纱在非洲里面拍的那些哇，就是象征自由的一些影片跟照片，感觉自己很无惧，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甚至是去开飞机，甚至是去做一些高空跳伞，终究还是要回归家庭啊。哦，这个被晒到很烫哎。好的，那希望大家喜欢。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坐邮轮来应该是蛮好玩的。那希望大家喜欢喽。想要加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下次见，拜拜。